当爵士乐还在新奥尔良法国区的襁褓中呢喃，法国区的安托万餐厅就已飘香。推开这扇180年的美味任意门，法式优雅撞上克里奥尔狂想，诞生了让世界疯狂的洛克菲勒生蚝。我们现在到了这家餐厅 Antoine's Restaurant since 1840，就是从1840年开始就有这家餐厅，我们是期待已久，终于到了。然后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这个餐厅是什么样的。Yeah We've been here since 1840. Where y'all walked in, that original dining room, that's where it all began. And then we just added on by buying the buildings next door. We're the oldest family-owned restaurant in America. So we go back 5 generations from the same family. And I usually save this for the end, but I actually work with my little brother. And that's allowed because it's a family restaurant, right? Antoine 这个饭店，他说已经有5代人，他们家的人在经营那个饭店，自从1840年开始。1840年是什么？是鸦片战争。是鸦片战争，就是大清朝的。英国人在残酷的剥削我们中华民族的时候，人家美国人在这儿开了一个饭店叫Antoine。这是美国最老的现有的最老的饭店之一。所有美国历史最悠久的饭店，它是排名前5。但是如果是家庭，就是家族拥有的这个开的这个餐馆，家庭餐馆饭店，它是美国最老的，排名第1。你未来的 Frank 兄弟 French Dub French Dub 我就是来，你给讲讲这个面包。French， 非常 ASMR 的一个 session。 Famous souffle potato. They were invented by accident. It's a fresh potato that was cut and thrown into a vat of oil that was so hot that it puffs them internally. And beside it is a creamy Bernaise kind of hollandaise sauce. It matches really well with the saltiness. 舒芙蕾土豆，舒芙蕾土豆，切成薄片，然后放到油锅里，这样的一边炸一边摇它，摇10几分钟，有的蓬起来，有的没蓬起来，所以这也不是说切多少出多少，这个出货率没那么高。我们来尝一尝这个。没想啊。哦啦啦，我这个口感非常棒，就是感觉吃了一口马上就想再来一口的感觉，很脆，然后又很糯，这个土豆的香气完全冲出来了。flavor， 因为我们经常说这话就要土豆感很强，土豆感有点接近薯片，就是 like 乐事薯片那个感觉，但是它比那个薯片强的地方在于什么？你想象一下冷包子和热包子的区别，就在这儿，这是热乎的包子。要按道这边1840年开张，法式小馆飘香，圣宫闪着光，感觉一下我叮当响，洛克菲勒都没这排场。OK， 上菜了。下面第一个上的是2个 appetizer， 2个餐前小菜。这有一个 salad， 一个沙拉。然后呢，这个呢就是很著名的叫 Rockefeller Oyster， 洛克菲勒烤生蚝。这个菜啊，在美国的生蚝界可以说是非常的出名。但是呢，这个不是说所有地方的洛克菲勒生蚝都叫洛克菲勒生蚝，因为这个菜就是在他们家饭店发明的。挤一些柠檬汁儿，奶酪、芝士，还有一些酱汁儿。尝一口这个酱，
大家看，里面应该有一些这个绿叶类的，还有一些蒜泥的成分。哦，感觉是不是有这个叫 spinach 菠菜一样？因为你能看到它这个绿色的酱里面裹的这个东西，然后奶油味很重啊。它这个酱做的很浓香，但是呢，跟国内的这个烤生蚝用做的手法感觉很不一样，因为国内用蒜蓉和这个酱油浇上去之后，感觉味道很重很浓，这个五妈咪的这种香味。但是这个呢是很浓郁，但是又很清香的一种感觉，不会感觉很抢这个生蚝的味道。OK， 那下面咱们就尝尝这个生蚝啊，这个很大一个，大家看看这个生蚝，挖到这个勺子上，这是很大一个，真的不小。这个蚝的质量是相当可以的，我这一口都进去了，来吧。这么大一个。哦，哇，这个口感太棒了，这个嚼进去这么一口，这个酱呢，恰恰好处的掩盖了生蚝的一点点这个海腥味儿，但是它没有掩盖这个生蚝的这个鲜味儿。哇，很满足啊！不行，再来一口。摄影师要馋哭了，来吧，把摄影师小哥要馋哭了。觉得怎么样？配一下。这柠檬汁儿是不是配的特别棒？他把这些绿菜打成泥放在上边，很好的就是 complement 它的这个口感。生蚝本身也很肥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发明。加上这个柠檬汁呢，就是一个提鲜的作用，我觉得有那样就是citrusy 的味道，就清凝的清香，清凝清香就很提鲜。对，非常棒。这个下一道是什么？下一道大家猜猜这个是什么啊？这个很有意思啊，像一个那个小石坑里面的，哦，还在冒泡哎，还在冒泡，你看这个石头，我刚才摸了一下，直接把我手，现在还很烫。一点点，然后不只要把它放上去，还要蘸一点上面的芝士。现在我们把这个蜗牛啊，这样吧，soak一下。哎 ，nice！ 哇 ，look at that！ 这个里面的这个橄榄油和这个酱汁，完全裹在我的面包上了。哦，这个在嘴里感觉有点爆汁的感觉，你看我这个油从这个嘴唇流下来了。That's how you get fat。哦，非常棒。我要一步一步上爬，等待阳光沿着他的脸，小小的天。上的是什么呢？大家猜一猜。这道菜也是这个饭店发明的一道很有历史的一道菜，叫 egg sardu。这个 egg sardu 这道菜的名字呢，是根据新奥尔良当地的一个剧作家、歌剧的创作家和评论家命名的，所以 sardu 啊就是一个人名，叫中文翻译成可以叫萨杜尔，所以这个菜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就叫萨杜尔蛋吧，咱们就暂且这么叫吧。看看这个蛋上面有什么。好，下面这个有 asparagus， 然后蛋下面呢有这个浇的这个，好像也是奶油和
青菜，这个是菠菜类的一个酱，然后这个蛋呢是在这下面是什么 artichoke， artichoke， 啊 ，OK， 所以这个蛋呢是做在一个下面，这个是 artichoke， 还是这个是 artichoke 的根呢？你可以试试。It is artichoke。哇哦，讲究。artichoke 中文叫怎么翻译？我记得咱俩洋吉，洋吉，洋吉还是洋吉？还有翻译成霸王花的，我记得。臭花。这是下面的切的一个 artichoke 在一个蛋上面。叫洋吉。OK， 所以吃的时候啊，咱们连那个蛋和 artichoke 一起。感觉怎么样？口感很有意思。就是第一口下去的时候，你是感觉不到这个蛋的。哦，那这个很有意思啊！这吃到的都是这个上面洋吉的，因为它是有一种脆脆的这种口感，然后后口，在你嚼下第二口的时候，才能吃到这个蛋的感觉。咱们这个蛋啊，换着花样吃。对，就是 egg Benedict instead of English muffin， 我们换成了 artichoke。对，就是格调更高一点，但是这个蛋呢，其实就是这个水煮蛋。所以这个蛋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工艺。那酱呢？你觉得这个酱有什么特别的吗？这个酱啊，说实话呀，感觉单吃这个酱很不错，就是它比之前那个生蚝那个酱更甜一些。大家看这个蛋煮的水平还是很不错的，中间这个蛋还是将有一点溏心，但还不是很 watery 流汁的那种溏心，是一种很 balance 的一种溏心。大家再看下面的这个主菜啊 ，pompano 呢，国语翻译成金鲳吧。它这个鱼啊，其实是一面煎过的，稍微有一种 blacken 的感觉，但是它其实还不是很 blacken。一面煎过，之前这个煎过的这个表面煎的还是很脆的，看看这个鱼的里面会不会有这个做过了或者 overcook 了。鱼做的还是不错的，上面配上蟹肉。我觉得这个不错这个蟹肉和这个鱼肉配在一起，感觉海鲜味十足啊！再来口米饭，什么都得来一口米饭。对，来口米饭，有一点碳水，油脂吃起来很香。加上这个米饭就完全不一样了，还是来点米饭的。这个米饭是帮助把这个味道全部吸进去了，然后这一口下去，这回满足，彻底满足了。我还是这是这个螃蟹盖鱼这吃法，螃蟹盖鱼，这个不错，非常出名的预料。但是说实话，吃出来还是螃蟹是螃蟹，鱼是鱼啊，没有有机的结合，没有。我以为它俩很接近，应该可以结合，但其实并没有，还是螃蟹和鱼分得非常清楚。口感也有不同的。口感不同，螃蟹的口感更细腻一点，它的肉质更嫩更弹，鱼的肉质稍微更结实一点。饭、鱼和蟹肉、螃蟹 ，OK。一口。前期是有这个米饭，反而把这三个味道都给混到一块儿去了，非常好的结合。I learned the hard way that paper catches on fire.
Cafe Brulo, Diablo. Now, notice the devil on the bottom here, and as well as on your cups. It is called the Devil's Brew, but the French name is Cafe Brulo Diablo. It has brandy. It has little scent. It has cherry liqueur. This is what causes it to ignite in a special way. And we usually will add our coffee to it in a second. I'm going to put this on the table and see how it looks. Woo! Isn't it beautiful? It also has a very nice aroma. Yeah, smell it. Right? I like to call it like a cup of fall. It goes really good. People come during October and they dress like witches and they'll get this because it's like a witch's cauldron. And I always put extra so we can see more of it. Yeah. Darla the Witch. Yeah. Good witch. Good witch, yes. Oh man, I love it. It smells really good. It's something we're famous for. It's one of the only restaurants that still presents this table side. I'm gonna do one more splash on the table so make sure you get every shot. Yes. So now I'm gonna add some of our coffee to it. I know. A little coffee. Oh yeah. Nice. Pouring back at us. And now I gotta take out that flame now. So I'm gonna add it to take it away. Take out that Yes! Sometimes they come right back. Put all my eyebrows on. 来吧，朋友们，尝尝这个魔鬼咖啡，有多么魔鬼？哇，你的这个反应。OK， 我没有预想到这个咖啡里面会有这么多的味道，真的这个肉桂的味儿很浓啊，感觉喝了一口肉桂汤，第一口下去。陈皮的味儿非常的突出，对，陈皮味儿非常突出，酒味儿还是很重的，就是它已经点火烧过了，但是里边的酒还是非常的足。它用的是白兰地，所以这个酒味儿还是非常冲。对，喝了好几口，没喝出咖啡味儿，感觉就是白兰地烧的这个陈皮肉桂中药。大家如果就是最近身子虚了，可以来这个来口药汤补一补。If you like espresso martini, This is the hot word. this is the hot version. Yes. 哎，吃完喝完出来了，整体感觉他们的服务非常的突出，我觉得很少你能在一个美国餐厅里有这样的服务。咖啡没喝完还给你装在这个随行杯里让你带走，这太少见了，这是非常独一份的体验。整个用餐感觉呢，它的创新程度很高。口味呢，可能我不是本地人，所以我也不能很好的评价。它这个饮品，我不知道观众朋友喝没喝过这个 Four Loko， 有同一种感觉。Cheers。别太刷新农民转身，几尺远和绿沙的地上，我独自听见你
stars. Once those constellations forgot, drift away. Now we sit at twilight, without a word to say.